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昨天的那种行情，我看不亏钱都算好的了。不过呢，我要恭喜一下运气好的昨天收看到了面具人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啊！你们看啊，我在昨天大跌之前紧急的出了一期节目，告诉大家我的操作建议是保守，我先不入场，除非是有连续的阳线啊，我才进场。然后呢，在我昨天的那期节目警告完各位之后 ，CPI 宣布了以后啊，直接就是大跌，一根大阴线，整个币圈全部都跌下来了，对不对？面具人我预判的还算准确吧？不过呢，在昨天 CPI 宣布之前啊，我自己还是做了一个骚操作，我是买了一些以太坊还有 ETC， 想做一个投机操作啊。虽然说 CPI 降到7、降到8以下的可能性不高，但是呢，我考虑到了美国马上要中期选举了嘛，那民主党可能会把数字做得漂亮一些，因为这个因素，所以呢，我才想搏一把啊。结果呢，没搏成。我买进去了以后，那个 CPI 数字一宣布8.3%，然后呢，整个盘面就开始跌了。于是呢，我看到了跌了3、4个点以后，我觉得不妙啊，我就跑了。然后呢，接下来又跌了10几个点儿，真的是跌得有点吓人啊。不过也算正常，因为前几天已经涨了快1个礼拜了啊，出现一定的回调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呢，我思考了一个问题啊，那就是以太坊的合并到底会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啊？合并了肯定拉盘了，史诗性的大拉盘，然后大家都赚钱，都让大家把钱赚到了，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不管是庄家还是市场，难道就会如了韭菜们的意了吗？直接合并完成啊，皆大欢喜，然后拉盘，大家分钱。其实面具人我也咨询了一个朋友的朋友啊，他是一个迪拜大矿池的老板，他给我透露了一些毁我三观的东西啊。我当时听到他说的这些内幕了以后，我直接就觉得有些行业啊，你不深入的去干去了解，你是不可能知道这里面的水有多深，是不可能知道其中的内幕秘密的，真的是干一行精一行啊！我得到的这个消息确实是启发了我，颠覆了我之前以来的一些看法啊，很重要，是决定我们今明2天生死的关键信息。我等会儿会给大家爆料的。OK， 来仔细听好啊！等一下，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政治风险预警，而导致你没赚到钱，或者是被政府的恶性政策割了韭菜了，可不能怪我啊！以后呢，我会在每期节目中间随机说一个数字，你们听到了以后，在留言区回复这个数字和你的狐狸钱包地址，也有可能是我忘了说啊，那就是没有数字。我就会从答对的人当中抽取1名，直接给你转账奖钱。那为了公平起见，你们的留言暂时隐藏，3天之后我会显示出来。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以后呢，1周开奖1次啊，每天开奖太麻烦了。好，来讲正题啊。在讲正题之前呢，我先想给大家分享几则快讯啊，以及你在这个加密货币领域当中，在社区当中鉴定一个币是否是真，是否是假，是否适合入场，它是真拉盘还是假拉盘，我们该不该进场去买的一个小技巧啊，大家仔细听好。首先我想说一下这几天暴涨的 Luna 啊 ，Luna 的老板 Do Kwon 终于被国际通缉了啊，韩国检察院正式对他发布了逮捕令。其实政府做出这种决策是很正常的，因为 Luna 导致了韩国有20多万人受难。你们要知道，韩国的总人口也才5000多万人啊，20多万人，再加上他们的亲戚朋友间接受难人数，那这个数字的比例可不小了。如果说韩国政府再不管，他的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其实很多人觉得前几天 Luna A、Luna C 暴涨了，自己没跟上，太可惜了，很遗憾，对吧？来，面具人，我告诉你们，不可惜，因为你看到的那些都是障眼法，那些上涨的 K 线跟你没有关系，那个钱你赚不到，顶多就是有个别的漏网之鱼，有可能能赚到。可是
这种盘子一旦是有大量的人买入进去了以后，就会触发机器人自动套利，你们的钱一进去就会被机器人套走，把你套住。其实你们仔细可以观察一下啊，Luna 的官方中文群里面的聊天记录，你就能发现了啊，里面的那些人的聊天，包括之前Stephen 呀，各种各样的那种，只要是由币安操盘或者是一些交易所的托呀，他们领头操盘的一些项目啊，你可以看到每天那种群里面啊，可以刷几千上万条的留言，但是呢，基本上都是机器人刷屏的假聊天。细心的观众就可以看出来，那些聊天的句子啊，来来回回就是那么几句话，很固定，而且呢，他们聊天是没有衔接性的，没有因果关系的，就是发那几句，涨了，梭哈干进去，太棒了，太好了啊。Telegram 或者 Discord 啊，有一个聊天搜索的功能，你只需要把这个人的账号搜进去，你就能查出来啊。你会发现这些人啊，来来回回就是那几句话，就是机器程序提前编制好的，他留什么言，他说什么话，然后呢，在一个时间周期内不停的重复。那一个群啊，如果都是这些人在聊天的话，证明这个盘子的活人买家是不多的。那一旦是活人买家不多啊，他这个盘子还一直是阳线往上拉，证明是庄家自己的钱在那儿拉呢。啊，这种盘子拉着拉着，如果说有一定量的资金进去了，就会触发机器人的警报机制，机器人就会优先的卖出庄家的币，把你的币的钱给套出来。所以呢，你们光看盘面上涨，这个钱你是赚不到的。或者说你有投机的心态啊，你买进去了，你要祈祷一下不会有大量的买入，那你是可以乘上东风的。可是呢，又有几个人能铤而走险的呢？人家项目方在做这个事情之前就已经计算好了。好，来讲正题啊，现在要讲一下我从迪拜的那个矿老板那儿得到的一些内幕消息啊，太震撼了，很恐怖。不过我自己也仔细思考了一下这其中的逻辑性，没问题，很正常。来，我给你们讲啊，我这个朋友啊是在迪拜有很大的矿场矿池的，他的算力是非常高的啊，咱不敢说他是排名前几名的，至少排到个10几20名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他就告诉我，以太坊合并成功的当天不一定会涨。他说他认识的大矿场老板们准备搞事情了。然后我就问了他啊，我说搞什么事情呀？人家也没告诉我，我估计是商业机密吧。不过面具人，我仔细的想了一想他说的这个话啊，其实我也挺感谢这个老板的，人家能给我把话说到这儿，已经算不错了。我仔细思考了一下其中的逻辑的合理性啊，我明白了。其实这次的以太坊升级算是标准的零和博弈。我心里面有个疑问啊，那就是我想问一下各位，你们有这个疑问没？以太坊的升级真的算利好吗？还是说是市场强行解读为的利好呢？我们先从现在的加密货币的行业格局来看啊，你看现在算熊市吧。我们回顾一下上一轮熊市的时候，那其他的币都跌惨了，可是呢，比特币的市占比还是上升的，当时的市占比是66%嘛，67%啊，而以太坊的市占比也是上升的，也不低。那4年过来了，这一轮熊市呢？这一轮熊市，比特币的市占比却一直在下降啊，从60多一路降到现在只有30多。其实，比特币的市占比从牛市就开始降低了，降到现在只有38%左右了吧。以太坊的市占比也是在最近2年没怎么提升，只有在最近这几个月稍稍提升了一些，而且还是因为有合并这么一个玩法，让人质押32个以太坊导致的。其实4年前啊，加密货币的项目和生态的选择并不多。而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加密货币的行业版图在逐渐扩大，整个圈子都在爆发，有不同的项目，有不同的链，用户的选择也变得更多了。
人家不会像之前要么买比特币，要么买以太坊啊，只有这几个选项。现在能选的币千千万万啊，所以呢，币与币之间的竞争也互相的越来越激烈了。一个行业它发展的越好，它必然会导致选择变多，这是不可逆的。所以呢，传闻当中的以太坊合并了以后将会独霸市场，甚至超越比特币，我觉得这种话术的炒作的可能性更高。因为你们想一下嘛，以太坊它的币价在这个行情，在这种行业发展之下，能回到多高，还得打个问号。它真的能回到4000，然后再上到5000、10000吗？对不对？啊，一个是全球的政策环境不允许，全球的资金环境也不允许；二一个是越来越多的人对币圈的投资开始重新定位了，他也开始越来越理性了，不会像之前啊大街小巷的人没听说过这个东西，没听说过这个东西以后，大家多少都投一点。现在很多人已经知道比特币、以太坊了，明白了没？而且质疑的声音也越来越多，所以说你说它能回到个什么4000，我觉得不现实，因为之后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公链项目参与进来，然后分它的流。那一旦是这个支流越来越多了，其他的河流赛道越来越多了，那以太坊它必然会被吸收掉一部分资金了，对不对？而且还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那就是论性能，以太坊已经是比较老旧的技术架构了，是不能满足现在生态发展了，已经不是现在生态发展的首选了，明白了吧？所以呢，很多项目啊，它新推出的，尤其是需要高交互的、高吞吐量的这些项目，他们反而不，虽然说以太坊啊名气大、老牌，但是呢，这些追求性能的、追求吞吐量的应用型的项目啊，他们反而会选择什么索拉纳呀，还有 Cosmos 这种链啊，因为从技术层面上来说，以太坊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了，而且再加上手续费高啊，那以太坊这次升级合并，它就是一个纯粹的强制的炒作，它没有任何的手续费的降低，甚至呢有可能还会手续费提高啊。不过这个问题不是咱们今天要讨论的，我们就要讨论什么啊？就是说它合并了以后啊会出现什么情况？那又要回到矿主的这个问题了啊，就是说以太坊既然它的价格上涨的预期不是很高，从长期来看呢，啊可能还会有这些 DeFi 用户啊长期质押以太坊，这个导致的利息没有办法消耗，那这些问题也是之前一段时间挖了好几年以太坊的，或者挖了好几个月以太坊的这些矿主们要面对的问题。如果说他们现在不清理自己的矿，选择说把挖出来的矿去质押给以太坊项目方，质押锁仓嘛，32个以太坊拿一个4%、5%的年化，那这其中带来的回报率、币价的稳定性，对他们来说都是很大的风险。你们要知道，越大的企业越是不愿意冒这种风险的，他们是求稳的。所以呢，面具人我就猜测啊，那个矿老板所谓的搞事情啊，可能是会选择一个时机去做空市场，就是他们这些大矿池的老板啊，会联合起来做空市场，啊，把你们的买气，把你们认为的合并是大利好的这个钱给套出来。毕竟他们有这个能力，有这个筹码，他们只需要约好做个局，然后呢，左手倒右手一下，光这么一个操作啊，就能造成盘面巨幅的震荡。所以呢，面具人我会说，这一次的以太坊 2.0 升级是一个零和博弈。各位，你们想一下嘛，你要是觉得以太坊 2.0 升级是利好了，那你们咋不说那些挖矿的矿工们都被这个 2.0 升级给逼得走投无路，要被逼死了？那这还不算利空吗？
他们都快被逼死了，那肯定就狗急跳墙了，要抛售自己的币了嘛。很多人的这个矿池还有这个显卡都是抵押借贷来的钱，他们现在干不成了，首先要面临的问题就是每个月的还款从哪儿来？那现在只能是清算自己了嘛，对吧？其实这一次2.0的合并啊，真的是零和博弈，你到最后可能是以结果来反推这个事情。哦，原来是这样的，涨了就是利好，跌了就是利空，对不对？各位，你们做这些币啊，做这些投资交易的时候啊，心态一定要摆好摆正。资本市场永远不缺的是机会，你有很多时间去提升自己的阅历和见识啊，不要说是把自己的一生，把自己赚钱的机会就赌在这1天2天上面啊。上一次狗狗币的周6夜现场给的教训还不够吗？马斯克搞了一个狗狗币周6夜现场，很多人都觉得狗狗币马上要暴涨了，结果呢，打脸不？一次性套住了多少人，把狗狗币梭哈在了0.6、0.7，然后呢，狗狗币直接就下杀下来了，永远不回头了。这次以太坊的升级比上一次狗狗币更要万众瞩目，真的是利好吗？所有人都觉得是要涨了，是吧？大利好，那你就去买嘛，对不？面具人，我反而是想等等看机会因为在我眼里赚钱不缺机会，我有的是实力，我很明白，不会为了一个不明确的事情，我去舍身冒死砸重金。倒也不能说面具人我这个人没有冒险精神我是很有冒险精神的，但是没有意义的事儿我是不愿意做的面具人我的冒险精神很强，但是要看是为什么事情而去冒险你总不能让我去为了那种明显傻逼的事情，就是个套我去冒那个险嘛，对吧？我仔细的分析来分析去，我就觉得会有大跌的可能性的我能做的事情也就是可以搏一搏。如果说明天真的会大涨，我可以搏，我现在都可以梭哈进去我梭哈进去，我把止损设到10%左右吧我为了搏这一次的大上涨，我全部的钱用来买以太坊，买 ETC， 但是我设好止损10%，亏了我就认了那涨了我说不定能跟着一波东风涨上个15、16个点，那我也开心，是吧？我只能做这种操作，我绝对不会说是开杠杆合约的，因为这个风向你根本判断不来。拿现货的话，按照我这个思路是可以玩的，止损设好，然后干进去，买。如果说它不涨你就认栽了嘛，5%、8%、10%的亏损，你自己在买之前你就想好。但是我并不是很看好如果要玩，就只能按照我说的这种思路去玩。OK， 如果还有什么变故或者机会的话，有重要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在会员群里面发公告的。如果想进会员群的话，或者找更多的投资机会的话，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 办理会员入群手续。祝你好运，再见。